疆域辽阔的永仙大陆上，自古有着仙武同修的传统。在这里，凡人也可以修炼成仙，也可以翱翔云端，但能够有此机缘者却少之又少。能够修仙的人可以乘风御气，享有无尽寿命，而无法修仙的人则卑微如蝼蚁，待百年命中时，便是一抔黄土。想杀人皇，你当真胆大包天！可惜，你虽已修成上仙，却绝非我等对手。今天就是你的末路！哼！我居然还活着！这……哎呦，世子，王爷回来了，请您过去问话。世子，王爷，父王，我本是含着煎汤勺出生的镇域王世子。哎呀，是个男孩，是小世子。然而就在那一次，祸事来临，拖出去斩了！外公苏儒因直言敢谏而触怒当朝皇帝，被满门抄斩。替我转告王爷，把玉儿的五姓改为苏姓，将她当做义子收养。只有这样，镇域王府才能逃过一劫。娘，王妃，娘，王妃，娘。然而，人皇并未就此放过镇域王府。数年后，见父王老迈，人皇仍旧狠心将他杀害。再过几年，父王便会遭到人皇毒手。父王对人皇忠心一片，亲身镇压明域通道多年，他怎么可以？既然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一定要阻止悲剧继续发生。外公和母妃的命运已无法改变，但父王乃至整个镇域王府，甚至是我自己的命运，都必须改变。世子，王爷回来了，请您过去问话。二弟，大哥来了。这次回来多住几日再走啊？啊，我一会儿就带走。明域通道那儿我离开久了，怕是要生事端。是啊，王府最近也常出事，几个下人好端端的就发生了意外，我手下那几个废物查了半个月也没有半点消息。不如二弟将王府密位交给我来掌管，你不在王府期间，我也能更好的做好王府的安保工作。密位的事事关重大，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啊，对了，昂儿最近的修炼怎么样了？啊，就快突破念境了。昂儿真是好样的，是我们武家子弟的好榜样。这样吧，大哥，等昂儿突破了念境，就让他到藏真楼中选一件护身灵器，如何？哈哈，那我就替昂儿多谢二弟了。既然这样，那二弟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啊，大哥慢走。你个小兔崽子，走路不睁眼呐，急着投胎啊！以后给我小心点。哼！父王，玉儿来了，来，快到父王面前，让父王好好看看你。母妃死后，我曾怨恨父王，怨他无能保护妻子，
愿他劝我放下仇恨。我离府1个月，玉儿好像又长高了些，都快成为真正的大人了。玉儿这是怎么了？来，快看看父王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这是……打开看看。此时的我虽然才刚刚踏入武道的第1境历境，而且还是历境后期的实力，足以一手托起马匹。这墨盒虽小，却能让我都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并不简单。九阳融血功，不用如此惊讶。以前我怕你实力强大，会去皇宫复仇，所以一直不愿传授你这个功法。但是如今我年纪越来越大，也许没有几年好活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九阳融血功是我王府镇府之宝，也是为父能作为镇域王的最大倚仗。有了此功法，你的修为必定能突飞猛进。将来有一天，若为父忽然故去，你也能有点自保之力。父王，您正值春秋鼎盛，肯定能长生不老，怎么长生不老？傻孩子，长生不老那是仙人才有的手段。你父王我戎马一生，哪怕在世人眼中修为惊天，终究不过是一介凡人而已。这些年我不断问自己，是否昔年征战过甚，杀孽过重。每次入梦时，总能回到当年的北韩战场，耳畔尽是刀兵厮杀之声。我想，我的时日恐怕不多了。父王，木盒里还有另外一物，是我在冥域深处寻得的2枚九幽冥岩果。九幽冥岩果内蕴含着大量阳炎之气，你且将它收好，待你修为达到3阳之境的时候，就可以尝试吞服它，炼化其中的阳炎之气，以此来增进修为。但切记，在九阳融血功未至，修为达到3阳之前，万万不可服用。此果来自地底，阳炎之气甚烈，若是修为太低，贸然吞服，只会伤及肺腑，反成了祸事。好了，父王也累了，你先下去吧。是。既然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一定要阻止悲剧继续发生。外公与母妃的命运已无法改变，但我父王乃至整个镇域王府，甚至是我自己的命运，都必须改变。九阳融血功是镇域王府的秘传功法，也是大永王朝中最强大、最著名的几本武道功法之一。此功法共有9个境界，传闻修炼到最顶层的九阳境界，真气便会隐于体表，颜色不显。一旦出手，就会真气爆裂，可瞬间摧毁一座小山，蒸发一条大河。那一次，父王直到死去都没有传授我九阳融血功。后来王府没落，我离开朝圣京前，才在密室中发现这本功法，但那时一切都太迟了。九阳融血功虽然能令我抵达武道巅峰，但还是不够。我现在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想要改变命运，必须选择更强大的功法。曾经我远走他乡，意外加入了仙门心玄宗，得到心玄宗的至高功法，一跃修炼至上仙之境。那个至高功法就是道心玄境。道心玄境是仙道的修炼功法，比九阳融血功要深奥玄奇得多。
开始修炼。武道修炼共有6个境界，分别是力、气、命、道、玄通和神鬼。丹田之气一旦进入经脉，就会循环游走，化为真气，达到气境。道之为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色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道心玄境修炼所成的灵力。真气转化成道心玄境的灵力之后，威力提升了数倍有余。照这速度修炼下去，何时才能突破力境巅峰，达到气境门槛？更不要说后面的念境和道境了。之前在新玄宗，我的修炼速度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是仙家福地，元气浓厚，非常适宜修炼。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过是凡人世界的一座普通城池，天地灵气自然比不上那里浓郁。要说整个朝圣经中，天地元气最浓厚的地方，莫过于皇宫。皇宫内有诸多供奉和上仙，他们修炼所需的元气数量非常庞大。朝圣经虽然建在龙脉之上，元气本就不稀薄，但9成都供给了皇宫，仅有1成可供给其他王侯世家和散修分享。为今之计，只能另辟蹊径，寻找一些蕴含强大元气的灵物奇珍加以吸收炼化。父王还有5年的时间，想要改变命运，我只剩5年。父王说过，这2枚9幽冥焰果来自冥域深处，里面蕴含着强大的炎阳之气。若我修炼9阳融血功至3阳之境，才可吞服。但我现在并没有修炼9阳融血功，贸然服用，后果难料。我还不能冒这个险，一定还有别的方法。这是刚才那个五彩光团，好像是在我被那群上仙围攻致死时出现的一道奇光，好似在指引我方向一般。之后我跟着他走了许久，等再次睁眼时，就回到了这里。难道我能重新来过，都是因为他？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或许从这片龟甲上可以窥探出一二。我记得这是之前父亲送来的滋补灵药之一，一个名叫玄元血龟的灵龟之甲。玄元血龟是乌龟中的一种，天生精血充足，大施滋补，更能极大提升修炼者的肉身强度。我那时觉得这龟甲背面的星辰图十分漂亮，一时兴起就留下来把玩。莫非它拥有灵性？等下次五彩光团再次出现，一试便知。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啊！仙灵之气，这仙灵之气竟然比新玄山上的还要浓郁，而且质量更高。这种仙灵之气，我之前略有耳闻，却从未亲眼见过。若能一直在其中修炼，那我的修炼速度将会突飞猛进。不过，那五彩极光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仅只是照了一下，就能让一片灵龟残甲发生这样的突变。如果那道五彩极光真的能持之以恒，那我之后的修炼速度会比在新玄山时更快，修炼出的新玄气
也会更强。不行，不知道这灵光还能持续多久，得抓紧时间修炼，不能浪费。终于突破了，真乃天助我也！一夜之间，我的修为就从历境后期晋升到了气境初期。若是说出去，恐怕没人会信吧？来人，给我备马！自从离开朝圣京后，我曾无数次梦到这里的场景，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驾！施主，你找谁啊？我来贵寺，请一盏长明灯。这朝圣京周围有那么多名寺，居然会有人来我们这么偏僻的寺庙请灯？哦，施主，快请进。小僧马上去请高僧过来，亲自为客人添灯。好，施主稍等片刻。这样的寺庙能兴盛起来也就怪了，难怪如此冷清。阿弥陀佛，施主是来请长明灯的。是。施主请随老衲来。麻烦了。既是施主厚赐，还不谢过。施主请放心，小僧这就去为你取灯。敢问施主，这是为何人请灯啊？若有需要，本司可为施主免费在佛前立一尊长生牌位，保佑其生生世世英灵不灭。是家母。我愿告知姓名。不用姓名，留白即可。也好。
母妃，愿您在天有灵，保佑孩儿顺利修炼。孩儿定会查明昔日外公之事，报仇雪恨，守护父王，守护整个镇域王府，以示平安。卖冰糖葫芦，不甜不要钱。好吃的驴打滚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卖麻花喽！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客官，给您上茶。吃点什么呢？都可以。好嘞。都给我走开！慢点儿，放开！别摔人！起开！走。联合郡主，大永王朝立国600年，共封过108路诸侯和4尊异姓王。除此之外，还有由皇亲国戚和重臣世家组成的王公贵族。这联合郡主名叫慕容仙芝，是人皇的亲弟弟宣亲王慕容柳的独女，年纪和我相仿，地位却比我这个镇域王义子高得多。宣亲王老来得女，对着慕容仙芝宠爱的紧，就他这蛮横霸道的性子。几位客官，里面请。楼上的贵客3位。简明无礼，还不让开！郡主驾到，前人退避。让又如何？不让又如何？居然是一件灵器。这条红绳也不简单，似乎是一件十分罕见的灵器，而且有价无市。这件衣袍应当是一件主防御的灵器。宣亲王府果然财大气粗，居然给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佩戴这么多极品灵器护身，就不怕引起他人觊觎吗？去，给我好好教训一下！是。刚刚真是意外，我是看郡主衣着华贵，气质如仙，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实在不好意思，改日我必亲自登门赔罪。你们干什么吃的？2个高手都留不住他一个人，真是废物！小子，下次再遇上，定让你好看。也许我可以尝试买点东西来测试一下五彩奇光的真正作用。感谢惠顾，咱们下次再来看看吧。也好。哎，这位公子，不知您想买什么东西呢？可需要小女推荐一二。你们这里有没有蕴含一丝灵气的器具或者宝物？这2件是上品灵器，这2件是中品灵器，这件是下品灵器。至于这件，这枯黑树根是我们意外所得，原本以为它是某样灵药的根茎，说不定能有些作用，就收了回来。哪知在它身上根本检测不出任何药性，若把它放在凡品中，着实有些辱没了它。虽然它里面的灵光十分暗淡，但好歹也是个灵器，所以这件下品灵器和这个枯黑的树根，给我包起来吧。
下品灵器玄灵笔是白银1000两，这枯黑树根，目前价值不明，而且其中的灵光几乎磨灭，作用不大。如果公子执意要买，那便作价500两吧，如何？好。欢迎下次光临，公子慢走。修炼速度宛如蜗牛爬杆，都这么久了，还没有打通一个窍穴。若无法打通会阴、尾闾、命门、夹击、大椎、玉枕、命门、印堂、坛中、关元这10个窍穴，就无法进行小周天搬运。照这个速度下去，起码要10天半个月才能完全打通，太慢了。为何五彩奇光还不出现？难道真的无望了吗？啊！出现了！第一个窍穴打通了，如今已经打通了3个窍穴，还差7个窍穴就能形成小周天，加快吸纳元气的速度，再运行上50个小周天，我就能进入气境中期了。上次五彩奇光出现，龟甲释放出的仙灵之气足够我修炼1整夜，这一次却只支撑了半个时辰，时间缩短了许多。枯木重生了。世间但凡能滋生灵性的物品，无非是2种结局，一种是随岁月增长，灵性不断增强，变得极为稀有；而另一种，则会因为某些危难而导致灵性逐渐泯灭，最终成为废品，无法挽救。这五彩奇光总共出现2次，对房间内的其他物件都毫无影响，偏偏对药性尽失的龟甲，还有几乎断绝生机的树根有所反应，而且仅仅一照就让它们恢复生机。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无法令它们完全恢复，但若是能持之以恒，说不定真能枯木逢春，让这些废品重获新生。换言之，如果五彩奇光真的能重新唤醒一件物品的灵性，那么除了能让那些失去作用的灵物重现生机外，是不是也能将一些枯死的灵花灵草救活，甚至也能令那些在大战中被摧毁或者历经岁月灵性逐渐磨灭的法宝法器重现威力？要知道，灵花一旦枯死，再高妙的灵液也难以将之救活，而法器一旦磨灭灵性，就会失去威力，再强大的炼器师都无法补救，只能将其回炉重炼，收回一些材料。如果我猜测为真，那将会是大机缘。只要掌握了重新恢复灵性的方法，就等于掌握了一条赚钱的黄金大道。不过，赚钱倒是次要的，若是能将一些稀有物件恢复，那才是真正的意义非凡。我记得镇狱王府中正好有一件因大战而损毁的法器，那镇狱王印曾是父王的成名法器，跟随父王南征北战数10年，然而却在一次妖魔大战中彻底毁坏，
灵性消散。父王不舍得将它扔掉，更不愿意卖出去当废品回收，最后只能将它供在藏珍楼中，时不时还会拿出来擦拭观看。若我能将这镇狱王印恢复原状，重振雄风，父王一定会很欢喜。不过我必须偷偷进行此事，镇狱王印真正恢复灵性之前，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一旦失败，就成了天大的笑话。我绝不能给了父亲希望，又让他失望。还有，这五彩奇光的能量很不稳定，不能再随意动用了，必须得有所取舍。这树根目前不知作用，短期内没必要将五彩奇光浪费在它身上。明天我找个花盆将其种下，能活则活，活不成也没办法。如今的重点必须放在龟甲上，等拿到镇狱王印，就分一部分五彩奇光给镇狱王印。毕竟现在修炼才是正途。世子殿下，天翼弓是当年父王的一个名叫天翼的部下所使用的武器。后来天翼为了保护父王战死沙场，父王十分悲痛，在厚葬了他的尸体，重金抚勉了他的家人后，留下这把断裂的弓箭。明明很多东西已经失去了价值，却仍然因为各种意义而被摆放在这里。与其说他们是父王的珍藏，倒不如说是父王一生经历的见证。曾经威风凛凛的镇狱王印，如今却灵光尽失，曾经的九品法器光辉不再。放心吧，我一定会将你修复，让你重回战场，再展雄风。子昂哥哥，你刚刚那个虎形拳打得好厉害啊！吴子昂，赵灵儿，父王原本出身自白象郡的一个小氏族武家，后来因为战绩卓越，被封为镇狱王。从此武家也水涨船高，许多族亲拖家带口前来投奔。父王极重感情，向来来者不拒。很快王府就人满为患，父王只能遣散了一批人，还因此招来了大量族亲非议。这些年，见我父王常年在外征战，无心王府内务，便打着武姓族人的名义，把持着王府内的各种要职。起初母妃在的时候，多少还能压制住他们，后来母妃离世，他们就变得肆无忌惮了。哟，这不是我们的世子殿下吗？今天怎么有空来这藏珍楼了？难不成是取走了什么好东西？与你无关。世子殿下好凶的哟！前段时间我已经求父亲开口，向叔父要了一个许诺，一旦我突破到念境，便可以来这藏珍楼取一件护身灵器。我早已看中了其中的一件绿玉玄龟，今天就是来取它回去炼化。只是世子殿下刚从藏珍楼走出来，定是取走了什么东西吧？你可别是因为听说堂哥我看中了这件绿玉玄龟，今天便故意跑来跟堂哥抢吧？都是一家人，世子殿下可不能如此小气。吴子昂才18岁，就已经突破了念境，确实是个天才。就算放在整个朝圣境，也能排得上号。他父亲武白象，仗着是我父王的亲兄弟，霸着王府总管的肥差，不但掌管府内钱粮收支，还拥有调动任命侍卫的权利。往日里，父王不在府内，他就鸠占鹊巢，成了镇狱王府实际上的主人，在钱粮上动手脚，中饱私囊是常事。父王顾念兄弟之情，对他多番包容，他却不知悔改，仍旧阳奉阴违。
如今凭借多年积攒的资源，踏入了武道第5境玄通境，更是无人敢惹。这个吴子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他爹王府大总管这些年来胡作非为。原来子昂堂哥已经突破到了念境，恭喜恭喜！不过我并未取走绿玉玄龟，子昂堂哥尽管放心。世子殿下莫着急，既然取的不是绿玉玄龟，何不拿出来让兄弟我瞧上一眼？哦，难道我苏雨取走自家藏真阁的一件物品，还要向你汇报？莫非你才是世子？世子殿下这是动怒了呀？何必呢？世子殿下可是姓苏，并非姓武。从某个方面来说，也许世子殿下还真不太像镇域王府世子呢。不如退位让贤，让堂哥来当吧。你当真想做镇域王府世子？糟糕，怎么就沉不住气，脱口而出了呢？世子殿下何必动怒呢？而且子昂哥哥说的也对，他心心念念了那枚绿玉玄龟好久，好不容易突破念境，获得权限来取。这要是被世子殿下先取走了，那岂不是会大失所望？不如世子殿下就把您取到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瞧一眼，让大家彼此心里有个数，何乐而不为呢？赵灵儿，你是在教我做事吗？世子殿下，这说的哪里话？算了，只要我前往藏真楼一关，便知道你有没有拿走了绿玉玄龟。如果是，那我们俩没完。哼！灵儿，你父亲的天意宫，至今还躺在藏真楼里。我想你大概忘记了，是谁将你带回王府，视你如亲女？又是谁在你被所有人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哼，其实子昂堂哥也没说错，这小子本就是那个罪妇所生，当年还差点连累王府遭到打压。如果不是王爷给他改名换姓，只怕早就死了，怎会有今日风光？我说呀，他死了更好，王府啊就可以由子昂堂哥继承，将来一定能够踏入神鬼界，继承王爷衣钵。他一个罪人之后，嘘，他还在那呢，小声点。怕什么？废物一个！哼，走。希望将来你们不要后悔说过此话。是时候了，能不能成就看今夜了。第4窍穴已通，必须再接再厉，冲破第5窍穴。不知镇域王印的恢复效果如何？付出了那么多五彩奇光，都无法让王印恢复灵性。难道五彩奇光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恢复王印这等强大的法器？还是因为王印吸收的五彩奇光数量还不够？若是前者，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若是后者，只要持之以恒，他总有恢复之日。可究竟是哪一种呢？不妨多试几日，到时候自有分晓。
我的小周天终于形成了，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便能正式踏入气境中期。啊？怎么可能？哎，怎会如此之重？难道这就是镇域王印的灵威？原来之前真是吸收的五彩奇光数量不够。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这就代表镇域王印有望完全恢复。只要我不断给他喂食五彩奇光，过不了多久，这件九品法器便能重振神威，再返战场。父王若知道此事，定会非常高兴。猛虎下山！猛虎擒兔！猛虎阵夜！子昂堂哥的实力越发高深莫测了，不愧是踏入了念境的天才。这伏虎灵拳，我就怎么修炼，都修炼不到子昂堂哥的地步，佩服佩服！哼，就凭你也配跟子昂堂哥相提并论？子昂堂哥的实力已经媲美王府中的一些武师了，而你才不过一个武者。是啊，力剑为武者，气剑为武士，念剑便能成为武师。以子昂堂哥这实力啊，都可以开馆收徒教化别人了，岂是我们凡夫俗子能及啊？各位，过誉了。子昂哥哥好厉害啊！灵儿妹妹也不错，你已经是气境巅峰，只要好好修炼，早也能踏入念境，追上我的脚步。到时候我便亲自去求父亲，让你也有机会进入藏真楼中，寻一件上品灵器护身。真的吗？谢谢子昂哥哥。可我不是武家后人，藏真楼能对我开放吗？那里面的灵器可都是王爷收集的珍宝，一般人没有资格踏入。怕什么？灵儿妹妹尽管放心便是。我父亲是王府总管，再加上王爷又不在王府，现在藏真楼还不是我父亲说了算？有他开口，没人敢阻止。如果真能如此，那灵儿就感激不尽了。啊，客气，客气。看，那小子又来了。我看啊，今天晚上肯定是不会下雨了。你怎么知道？小王八都敢出来溜达了。这不是我们的世子殿下吗？世子殿下今天怎么有空跑到演武场来了？平日可是见不到世子殿下呀。让开！大家都是武士子弟，世子殿下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不如来切磋切磋，也让大家看看世子殿下最近有没有长进。听闻啊，世子殿下修行了6年，到现在还只是个力境后期，连气境都没有达到。你们这么做不是以大欺小，故意欺负人吗？哎呀，世子殿下，听闻前段时间王爷回府，
将镇族神功九阳融血功都传授给了你。这功法我等可是闻名已久，却始终难见得庐山真面目。不如今天我们在此切磋一番，也让大家长长见识，看看这九阳融血功的神奇之处。父亲传我九阳融血功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他是如何知晓此事？又是谁泄露出去的？如果说能够窃听到此事的人，就是当时站在门外守卫的数名侍卫，难道是他们？没想到武白象的手竟然如此之长，已经伸到父王的贴身仆从和侍卫身上，当真是野心昭然啊！没兴趣。世子殿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堂哥跟你打个赌如何？只要你能接我3招，便欠你一个承诺。世子殿下这是动心了？我知你才入力境，而我是念境，为了公平起见，只要能接我3招，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算你胜。怎么样？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值得我跟你一赌？只要你敢赌，条件任你提，如何？想切磋也可以，但如果你输了，那名仆役归我。为什么他居然要一个男人？我想起来了，这个男孩是我前段时间途经幻虎山时救下的猎户之子，回来我就把他丢给了仆役总管调教，之后就再没留意过。今天倒是被你给点上了，你认真的？就这一个要求？不错。好，我答应了，请。既如此，那便开始吧。世子殿下，等下可别说我欺负你，只要你能接我3招，那小子便是你的了。来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孝群灵，来得好！一个力境还想跟念境硬碰硬，简直找死！这撞一下，你小子还不得筋断骨折，起码要躺上半个月了。虽然不能直接杀了你，但也足以让你颜面全失，再无威信。这小子竟然踏入了气境了！啊？怎么会？那灵物诀可是上乘心法，他都修炼6年，却仍旧在力境徘徊。什么真女王世子，我看就是一个废物。是啊，连力境巅峰都没有达到，这王爷的爵位以后由他来继承，那我们武家算是玩完喽。苏雨资质太差，继续跟他亲近，恐怕早晚会牵连到我。子昂哥哥，喝水。灵儿妹妹可真贴心呢。吴子昂18岁入念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只有跟着这样的人，我才有未来。没想到苏雨竟然突破了气境，而且仅凭一击就击溃了吴子昂的猛虎之势。不过，就算你突破了气境又如何？这并不代表我选择错误。子昂哥哥可是念境高手，他只是一时大意才着了你的道。我相信他最后一定能赢。原来你竟偷偷突破了气境，就算你突破气境，一样于事无补。刚才是我大意了，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
念境和气境的差距。哎，哎，晴天劈象掌，极限武技。糟糕，是念力！我怎样将武念覆盖在这只手掌上，限制了我的移动速度？这下难办了，看来只能赌一把了。若我还是上仙的修为，这区一掌根本不算什么。但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气境初期。幸好刚才我利用真气爆炸的特性，强行撕裂了吴子昂的武念笼罩，不然这一场下来，我不只会输，还会身受重伤。怎么可能呢？好，很好，我承认是我小瞧你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你不要忘了，念力可不仅仅是武念覆盖，它最大的特性便是御使灵气。是灵气，子昂堂哥竟然被逼使用了灵气。若不动用灵气，念境和寂静的顶多算是同辈切磋，就算不慎伤到苏雨，也无人会苛责什么。但一旦动用灵气，这性质就不一样了。万一子昂哥哥一不小心把苏雨杀了，那……都少说一句吧，看子昂哥哥这架势，恐怕现在谁也劝不住了。玄龟入水技！天哪，这难道是上品灵气的威能吗？太可怕了！这回苏雨不死也是重伤。嘿，此时动用镇狱王印，不但能赢，还能瞬间摧毁绿玉玄龟。我虽然还未踏入念境，但拥有血脉传承和过往经验，如果再借用仙法道心玄境的奥妙，也许能勉强调动出王印的一丝威能。毕竟9品法器可不是区一个上品灵气能比的。不过现在并不是镇狱王印显露的最好时机。如果你是踏入念境多年的高手，武念已和灵气血脉交融，或许我真的无可奈何。但这绿玉玄龟你刚得到不久，想必武念和灵气的融合度还不够紧密，这是破绽。有破绽就有解法。仙法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儿？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刚明明是子安堂哥占了上风。不清楚，看子昂堂哥的样子，似乎损耗极大呀。反倒是苏雨，倒是一副无大碍的模样。
黄阶低等妖兽记10分，猎杀一头黄阶高等妖兽记200分，猎杀一头黄阶极等妖兽记500分。当然，你若是有本事猎杀一头玄阶低等妖兽，则可记1000积分。不过，我劝你们要量力而行。你们只有3天时间，3天之后，你们必须返回围场大门处。另外，你们可以在大门处引起救援烟花，一旦真的遇上了危险，则可释放烟花求救。不过，一旦释放烟花，则视为出局。要不要领，你们自行决定。现在，大家分批进入。我宣布，皇室秋收正式开始。殿下，老奴来叨扰一杯。吴总管，欢迎欢迎啊，请。下。是皇室公府。你也拿一个吧。是。秋夜围场，我又回来了。我们也走吧，去小青山。世子殿下，我们也要上山吗？忠心向来不只是嘴上说说，要靠实际行动证明。我既有心栽培你，怎能不试你一试？当然，不然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放心吧，有本世子保护你，你自己再多加小心，因无大事。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要是我也能修炼就好了。世子殿下，前方好像有打斗声。黄阶中等的妖兽和寂静武者的实力相当，若我一人战胜他并不难，但现在还有一个凡人李放，这就有些麻烦了。是他。世子殿下，前方那人你认识？他是神威王世子赵书伦。哦，哼。
嘿！被发现了，他竟然没有带任何护卫随从。不管如何，他都是一个绝对值得重视的对手。他父亲神威王赵光赫是4位异姓王中除了剑王骁龙池外实力最强的一位，而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顶级天才，仅仅17、18岁便已踏入念境巅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枚玉佩应当是朱黄玉佩，是神威王王府中赫赫有名的顶级灵器之一。没想到神威王竟然赐给了他，以我目前的实力还无法与他们比肩，但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终有一天我会超越他们，甚至突破神鬼境，晋升成为上仙。我们走。是黄阶低等妖兽鬼面鸟，拿银台巨力弓来。你去把那个鬼面鸟处理一下，它的腹部有一颗圆形的珠子，就是它的妖珠，也称为兽丹。你且取出来，回头计算积分的时候用。是。这怎么比之前赵世子那个小这么多？这妖珠的色泽和大小本身就是根据妖兽的品级来决定的，越强大的妖兽，体内的妖珠就会越强。世子殿下，你说这妖珠除了能统计积分外，还有别的用途吗？当然，这妖珠还可以用于炼制丹药和制作灵器，毕竟它本身就蕴含了强大的能量，是妖兽妖力一生的聚集。很多时候，一些强大的修士专门进入到一些危险境地，为的就是猎杀妖兽，从而获取妖珠，赚取财富。我们走吧。
退！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是雪山王蛇！这不是大雪山的妖兽吗？为何会出现在小青山？莫非大雪山那里出现了什么变故？雪山王蛇生性喜寒，稍微炎热一点的环境，它的负担都会很大。好好的雪山不待，偏偏来这小青山，好生奇怪。而且，他好像已经踏入了黄阶高等。黄阶高等相当于人类武者中的念境，而我目前只是气境后期，连气境巅峰都没有达到，和这头雪山王蛇的品阶差得有点远。若这个时候逃，未必能跑得了。蛇类妖兽速度奇快，善于追踪，更何况还有李放这个什么武功都不懂的凡人在。现在只剩一条路可走了，杀了他！哎！是他的寒毒，一旦沾上，非死即伤。他竟然连妖珠都吐出来了，那可是他性命交关的东西。虽然威力强大，但一旦被击毁，他就要瞬间毙命。一枚黄阶高等的妖珠，价值是200分，相当于猎杀数十头黄阶低等或者数头黄阶中等妖兽。而现在，我总共才猎杀了10头不到的黄阶低等妖兽，积分还不足100，这成绩根本无法跟那些踏入念境和道境的天才相比，排名会受很大影响。妖珠不能混，如果你不动妖珠，或许我短时间还奈何不了你。若想杀你，就必须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你现在将妖珠外放，就等于是修士在御使灵气进行攻击。你可知，我有一个专门破解修士和灵气之间联系的秘法。哼！呵！终于死了。世子殿下，您没事吧？速速将那蛇妖的妖珠也收起来，还有我的软剑也取出来。至于其他的，这雪山王蛇一身是宝，你能拿动多少就拿多少。是。我原本还以为世子殿下真如子昂公子他们所说的那样，纨绔又不思进取。现在看来，世子殿下虽然年纪比我小，但在面对如此恐怖的妖蛇时，竟然能这么的镇定自若，从容对战，当真厉害。这蛇皮、蛇筋、蛇牙，似乎都是宝贝，要不把蛇鞋也取了吧？
世子，都弄好了。很好，继续走吧。天黑之前，我们要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过夜。这小青山不比外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连雪山王蛇都可能出现。我想接下来可能会很危险。是朱曼罗。那是九指先锋，跟我来。据说那位神灵生来便只有9根手指，所以死后化为了九指先锋。这九指峰下还有9条瀑布，似银龙戏水，在地下汇聚成一口深潭，潭水清澈见底，潭外又被分割成了9道溪泉，向下流去，最后再汇入山下的幽山湖。跟我来。简单收拾下吧，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是。这里的环境似乎不适合修炼9阳龙血功，倒是很适合道心玄境。只要修炼的隐秘一点，相信以李放的能力，根本无法察觉。而洞穴是个天然的屏障，洞外的人应当也不易感知。我感觉我现在离气境后期，可能仅有1步之遥。那是心境吗？那是我自己。我已进入道心玄境的第2层境界，心境。道心玄境一共有数重境界，第1重境界是炼身，主要是吸引天地月华，萃取体内杂质，从而使身体更适合修炼，达到筑基效果。而第2重便是心境，心境一开，修士便有了探查自身，甚至天地万物的能力，不用睁眼就能感知一切。应当是那些奉命负责监察、保护皇子公主的皇室供奉在动用5念巡视。这些皇室供奉至少都是玄通境的高手，难怪之前我没有发现。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气境后期。这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事了。
得道成仙。只是这些人都没有成功，此洞逐渐变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哼！天地异象，代表必有异宝出世，而异宝无主，向来都是有缘者得之。走，前去一观。此次秋收有太子殿下亲临，此等机缘，定是天佑我大勇。为防万一啊，你们所有人向园里洞相聚，切记，只需警戒，不许插手。机缘已定，由太子殿下自取便是。是。怎么回事？都围在这里做什么？看来这紫雾有致幻效果，让他们都失去了方向。该使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会迷失在其中，这该如何是好啊？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宝物会产生这么多的怪物。回老，这是大内秘宝定风珠，你且带着它进去试一试吧。听说定风珠出自南海深处，有定风静浪的功能，没想到太子殿下竟然舍得将它拿出来。有玄通境的为老带着定风珠进入，相信很快大家就能顺利进入紫雾深处了。太子殿下，如此，微臣便去了。哼，这些人无论资质还是地位，都不配与孤一争高低。剑意通明，是一朵蕴含大道之力的灵花，若将它吞食，说不定可以跨入道境，甚至玄通境。那还等什么？可恶！走。你没有修为，就留在此处，我进去一探。啊，世子殿下！世子殿下说的没错，我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跟进去也只会拖累他。
就这么简单。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这块青石似乎有些不寻常。在这里。是谁取走了紫色灵花？赶快交出来，不然被我查到，要你好看！没错，赶紧交出来，否则谁也别想走。不知道，这东西定是被你们其中一个人给拿走了。倘若你们现在交出来，姑当场承诺，来日必定归还与之相等的天地奇物。太子殿下说的轻松，你可知道那是什么灵花？又可知它价值几何？你又如何拿出与之相当的天地奇物？13弟，这话可不能乱讲。姑暂时确实不知道它是何物，但姑的东宫什么样宝贝没有啊？只要将来确定了它的价值，便自然会取出与之相对应的宝物进行交换。什么东西都有，太子殿下还未登基就有如此大的口气。既然太子殿下什么宝物都有，何必觊觎区区一朵无名灵花呢？依我看呀，太子殿下就是想倚仗身份巧取豪夺罢了。不过可惜啊，世间奇物向来是有缘者得之，太子殿下恐怕与灵花无缘，还是莫强取的好啊。你好，很好，13弟，你很有勇气，姑很欣赏你。一朵无名灵花，姑不取便是。只是不知道你们也是否和姑的13弟有一样的想法？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哼。啊，你是镇域王府世子苏雨。下臣苏雨，见过太子殿下。那朵灵花可是你取走的？下臣不过一气境武者，何来这个本事？是吗？那不妨让本太子派人搜索你的身，倘若灵花真的不是你取走的，本太子亲自向世子道歉。太子殿下言重了，太子为君，苏雨为臣，太子要搜，下臣自然遵命。只不过这现场这么多人，太子殿下偏偏要搜一个小小气境武者的身，下臣是否可以认为太子殿下是在表达对镇域王府的不满呢？没想到除了姑的13弟之外，镇域王府的世子也如此牙尖嘴利，看来镇域王府的家教不错呀。姑刚才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世子何必在意呢？哦，对了，姑刚刚听闻苏世子最近修习了镇域王府的秘传功法九阳融血功，不知道世子可否给个面子？如此犹豫，难不成灵花真的是他取走的？既然灵花不是你取走的，那姑便不再追究了。不过现在，姑想和苏世子友好的切磋一番，还请接姑一掌。
李放！糟糕，气息越来越弱了。没想到世子竟有一名如此忠心的护卫，姑不过是想见识一下镇狱王府的绝学而已啊！既然世子不给面子，那就算了，我们来日再战。这随从挺可怜的，舍身救主。可不是嘛！没想到太子殿下出手这么重。要我说，素云也是个老实人，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太子殿下了。要是我说呀，就怪那个慕容龙武，要不是他呀……嘘，小点声，太子殿下的名字也是你叫的。走走走。原来他是镇狱王府世子苏雨。那天还说要来宣亲王府赔罪，这么久还不来，我看你是忘了一干二净了。也罢，等回头秋收结束了，我再亲自问他。我这个太子堂哥也真是不知羞，竟然出手偷袭，还杀死了一名侍卫，令人不齿。不过他刚才的眼神好可怕呀，我以后还是不要招惹他的好。我当时只是想找个借口和太子殿下说话，才说出苏雨修炼了九阳融血功的事，没想到太子殿下竟以此为借口试探苏雨的武功，还出手偷袭，害得李放。可就算如此，也不用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吧。算了，记恨又如何？我还怕你一个废物不成？一个区区契机，现在又得罪了太子殿下，以后有你好受的。哼！终于到原里洞了。你呀，真是太傻了！我和太子都是武道中人，就算我硬挡下太子那一招，最多也只是轻伤，他并不敢真的杀了我。但你一剑反身，如何敢挡道境修士的一掌？你可知，这样会死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救活你，一定会。若是其他人面对你如此严重的伤势，或许毫无办法。但我不同，说起来你也算傻人有傻福。我曾在一处古族之地得到了一种上古神魔铸体的功法——九秘塑心针。修炼这套功法需要置之死地，后生九魄九力。若是寻常人，根本不敢面对这套功法铸体时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尤其是九魄之时，那种肉身破碎、生机消散的崩溃。而你现在本就濒临死境，这一步反而没什么了。你本是凡人，成功的几率并不大，但有了这通仙莲，便是你再生的机缘。看来想靠气境的修为强行施展仙道秘法，当真吃力。不能停，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然李放就彻底没救了。哎！
是一破一立，后面还有8破8立。李放，你要坚持住！终于完成了9破9立。现在你已非凡身，而是晋级成了仙身。待仙骨彻底稳固，你便能醒来。刚才那一分失觉，消耗极大，如果不赶快恢复，后患无穷。没想到，仅用了一点点通仙莲，我便顺利突破了7境巅峰。气境和念境之间的关卡，不是单靠真气多寡就能打通的，再服食通仙莲的效果不大，只会徒增浪费。算起来，这次进入秋叶围场，收获不错，不但狩猎到雪山王蛇此等异兽，还成功突破了道心玄境第2层星际。接下来，又获得了5道至宝通仙莲，既帮李放重塑了仙身，又助我提升了1小层境界。我现在的修为和念境只有一步之遥，等到了念境，修炼就和气境大不相同。人体最神秘的部位莫过于识海，人的心念就是由识海诞生。武者能够通过特殊功法来修炼心念，使它增长变化，获得控制能力，这便是武者的5念。5念一成，武者便能利用它来感知四周环境，提前预测危险，窥测他人境界，甚至是驾驭灵气。而想要踏入念境，首先需要一门灵念观想法。一旦拥有了灵念观想法，武者便能开始修炼念力。文道院中的文道百圣杯，就是一块可以辅助修炼念力的神奇至宝。我这次来参加皇室秋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前100的名次，从而进入文道院，借用文道百圣杯来提高念力的修炼速度。当然，武道秘籍九阳融雪功和仙道秘法道心玄境，都自带有配套的灵念观想法。九阳融雪功自带的灵念观想法是大日炎神像，观想此神像，心念会如烈日灼烧，初时极为痛苦，但若能成功观想出来，心念便会拥有了大日炎阳之力。若将其灌入灵气中，会极大增强灵气的威力。而道心玄境中自带的灵念观想法，则是阴魂无极海，这是一门纯阴属性的灵念观想法，所观想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阴魂海洋，里面的阴力能洞杀万物。心念进入其中，只有经过100次历练后，才能借助里面的阴魂不断壮大。阴魂无极海比大日炎神像修炼起来要困难得多，但若能将2者同时修炼，当双方的修炼遇到困境时，再替换修炼对方的观想法，也许能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醒来，不如趁此机会尝试一下。是我的精神念头，看来是我的精神力不够集中，还不够静。是精神识海。现在尝试观想，
刚刚那下当真危险，若稍有不慎，我必死无疑。再来！
那小子竟然没从洞口离开，而是返回了洞内。追！奇怪，那名护卫的尸体怎么不见了？难道苏玉逃跑的时候带着他？又或者他根本没死，有猫腻？这是什么气息？为何与石壁上的灵花如此相似？莫非岂有此理？他居然用这莲花救了一名普通的护卫，简直是暴殄天物！那莲花可是太子的囊中之物，若太子知道此事，我已迁怒下来。该死！这是通往大雪山的路，看来这小子去了大雪山，倒是有几分聪明。不过大雪山内围是禁地，还有人踏足，如此倒是不用着急了，且等太子前来会合。不过他一个王府世子，如何会施展如此高明的替身幻术？究竟是郑裕王私下传给他，还是另有来历？看来这小子不简单呐。世子殿下，这是哪儿啊？为何这般光景？这就是大雪山外围。大雪山的冬季比京城来得早，深处更是四季飘雪，终年不断。它也因此而得名。而且到了这里，就算彻底离开了外36围，进入了地图标红的内36围。内36围，那不就是围场深处的险地？大雪山相对小青山来说，确实危险了很多。不过，只要我们小心点，别惊动了他们，应该还是能够确保安然无虞的。还好，我曾经为了前回朝圣境，钻研过一段时间的太虚幻境，习得了月光替身术，否则还真难避过那为老的眼睛。世子殿下，我们为何要这么着急的离开呀？太子遣人在洞外监视我们，我们现在还无法与他们正面对抗，必须迅速撤离。他们想继续追踪找到我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走，上山。这雪山上常年飘雪，会掩盖住我们的脚印和气味，再加上上面路况复杂，他们想继续追踪到我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快点闭目调息，修习功法，可以帮你抵御寒冷。是。果然暖和多了，资质确实不错。再用九面素仙身和通仙莲为他出击后，就连蛮荒万象诀这种上等仙法，他参悟的都很快。第一次修炼便有了气感，前途不可限量。脚印消失了，看来都被大雪覆盖了。都仔细查过了吗？还晚了，去看看哪还有脚印。太子殿下，还要继续追吗？这大雪山里的妖兽虽然不多，但实力都很强。我们要是待在这太久，恐怕会耽误狩猎成绩啊！继续，修修只剩最后1人，
他一定是想在这雪山中躲避我们的追踪，可岂能如他意？杀妖兽哪里不是杀？这里妖兽虽少，但实力都足够强大。我们几个人加起来，难道还怕他几个畜生不成？是。开！这边。有天赋又有毅力，这样的人很难不成功。曾经你只修到玄通境，便走到了人生尽头，着实令人惋惜。现在我用通心莲提升了你的资质，再加上修炼蛮荒万象诀，未来至少也是一名神鬼境高手。李放，你继续修炼，我去找些吃的来。这是天角鹿群。这天角鹿群可是秋叶围城中一种十分珍贵的妖兽，实力虽低，但数量极多，一向成群结队，很多妖兽都不敢轻易招惹。奇怪，这大雪山生存艰难，存活率可不高。看他们的模样，年龄不大，数量不多，且没有母群在侧，难道是走散了？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李放，接着。世子，快些吃，吃完带你去个好地方，试一下你的剑术。是。呸！世子，这东西能吃吗？还不错。罢了。你是猎人之子，应该懂一些剑术。接下来，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出剑，看看谁射下的天角鹿更多，谁就是优胜者。是。开始。你是不是有些无法理解？你平常随你父亲狩猎的，都是一些普通兽类，它们灵性不足，速度也不够快，而且四周的环境也没有这么恶劣，所以这次发挥不好也很正常。不过，既然你已经踏足武道，就应该适应更加艰难的环境，修习更强的剑术。你差的不是射术，而是你的心，你的心不够强大。这样吧，我教你射一次，你就懂了。算了，我来说，你来做。认真一点，别分心，用心去感受空中风的速度，以及四周寒气对剑的重力影响。左手伸直，右手放松，调整状态，尽量放缓呼吸。瞄准前方那棵大树，心无杂念，用心去感受它的存在，让它布满你整个视野，然后出剑。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一会儿再去练习。你先去将那2头天角鹿的尸体处理一下。今晚我们开荤。是。世子殿下，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这皇阶层，用这种特权来保证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利益，这本就是他们举办皇室秋收的初衷，不然为何不对平民开放？哼，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让这些奖励流入平民手中，而且你还忘了一件事。什么事？每次皇室秋收都要举办数天，而大多数的皇子公主平时都锦衣玉食惯了，有些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去做，护卫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若一旦真的遇到危险，皇室供奉又无法及时赶到，就得有人出来争取时间。明白了。雪山银狐，这只雪山银狐跟我那时见到的那只好像，难道因为是同种类，所以模样相近？罢了，不管是不是它，跟去看看就知道了。就算不是它，雪山银狐也是罕世异种，若能捕捉到它，我不但能顺利加入文道院，甚至还能进入前30的排名。李放，我现在有急事需要离开一下，明日清晨你自行下山，我们在围场大门会合。世子，世子！啊，看来世子殿下发现了什么珍奇异兽，不便带着我追捕。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拖累他，必须勤加修炼才行。哼，啊！没想到居然跟着他跑到了幽山湖的起点天马湖。这里不正是那个蓝衣女子跳湖的位置吗？若是再遇到你，定能救下你。
怎么回事？他怎会在此时出现？眼下太子那边加他本人总共有了2名玄通境和3名道境，而我现在只是气境巅峰，该如何从他们手中救下他？抓住他，一定要抓活的！本太子重重有赏。是。或许只有这个办法了。去吧，逃得越远越好。那是雪山银湖，明年3月便是燕光太后的80大寿，若能将此湖当作寿礼献给太后，博取她老人家的欢心，到时候有了太后的支持，我将来登基成皇的阻力便少许多。陈独玉、范无疆，走，你们2人留在此处，务必将那蓝衣女子拿下，可记大功一件。是。为老蔷薇夫人，你们2人随姑去追那头雪山银狐，若能活捉，便赏赐你们1人1件地器。什么？是。追！追！你别跑了，你逃不掉的。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这样还能少受点苦。是吗？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来抓我吧。这是，莫非是仙法？强弩之末，小娘子，你现在身受重伤，不如乖乖跟我们回去，说不定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是，说不准我们还得叫你一声太子妃呢。天罗大道，浩瀚星球，唯我为剑，诸法唯一。防御系灵气，看你怎么破！这不可能！原来是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击呀！看来这大功一件只能由我范无疆1人独享了。看来这大功一件只能由我范无疆1人独享了。是镇狱王爷！一看就知你才入念境不久，这法印早已失去灵性。就算你能勉强驱使又如何？今天我便击败你，夺了这王印，且看我疾风炼狱幡如何收了你！镇压！这不可能！你只是一个念境，这怎么可能？念境又如何？击败你，足矣。你是镇狱王那个废子苏雨，你不是才气境中期吗？怎么？为了击败你，现在已经是念境了。什么？念境又如何？你以为凭一个破法印就能胜我吗？愚蠢至极！愚蠢的是你，大难临头不知自保，还想着邀功？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
螳臂当车，竟然想靠肉体来抵挡镇狱王印，说你愚蠢都是轻的。哼！我曾在此处被一群妖兽围攻，我记得当时在山崖下有个石洞，还算安全。太子他们随时可能折返而归，那个伪姓老者又会一些追踪秘术，必须小心提防。就是这里了。哼，以防万一，得早做准备。以天地诸元为名，召集四方之雷。成了，还好在参加秋狩前就准备好了这套眼影阵旗，现在刚好派上用场。刚才情急之下，融合了之前2门灵念观想法修炼出的念头，才勉强踏入念境。如此仓促，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恐怕得花些时间和手段才能补充圆满了。不过，能够成功救下他，也算无憾了。仙家斩念术，没想到他竟然修炼了斩念术。要知道，人的念头和灵魂相连，亲手斩杀自己的念头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他即便在睡梦中也要施展斩念术，可见身体已经形成惯性。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什么味道？好香啊！你看够了吗？够了。躲起来。好。你是谁？刚才要杀我的那名黑衣护卫呢？姑娘，别误会，我是来救你的。刚才那黑衣护卫已被我击败。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为何会出现在这儿？那黑衣护卫和他的几名同伴呢？这里又是哪里？姑娘，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好歹也让我喘口气，再一个一个回答你吧。快答！好，我这就告诉你，我是方才追逐雪山银湖时，撞见姑娘被太子他们追赶，后来你伤势过重，昏迷不醒，我这才打退他们，救了你。这个石洞很隐秘，我怕他们去而复返，所以暂时把姑娘带到此处疗伤。之前那只白狐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我遇险的时候窜出，是不是你做的？刚才多有冒犯了，多谢苏公子搭救之恩。姑娘，其实你不必谢我，我和他们那位太子本就是敌人，又正好撞见他在作恶，我理当出手。
原来是一位世俗王朝的太子，难怪有如此强大的手下，而且如此嚣张跋扈。我不管你和那位太子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仇怨，总之你救我一命是事实，所以我欠你一次人情，你也不必再推辞什么。好吧，既然姑娘执意坚持，那就当如此吧。哎，姑娘，你现在身负重伤，还是抓紧时间疗伤吧。你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等你伤势好了，我再一一告知于你。好。怎么了？功法运行不畅吗？我受仇家追杀，逃到这雪山上，本就精疲力竭，无奈又遇上那几个登徒子，那几乎用尽了我丹田内最后一缕仙元，现在我的丹田就如无源之水，难以恢复。仙元？虽然早就猜到他的身份非比寻常，却不想还是个仙门中人。以他施展的仙法秘术，他很可能是一位鬼劫人境的上仙。若他是鬼劫人境的上仙，那将他打伤至此的人得有多厉害？而且就他目前的状态，想要快速恢复，恐怕只能借助外力了。姑娘，这是通仙莲，先前为救我的护卫用了大半朵，还剩这些，姑娘看看是否有用。这是仙道宝物，你如何能拥有？就在这围场之中得到，也算是有缘。姑娘不必多问，如果有用，拿去便是。你可知这灵花有多珍贵，对修炼之人极为重要。你真要将它赠送于我？这仙家之物本就是有缘者得之，我得到此花是有缘，我遇到受伤的你亦是有缘。姑娘，尽管取用便是。好吧，公子恩情，我必铭记于心。看来效果不错。是我的五念。人的五念有良善，也有邪恶。良善的五念会呈现白色或绿色，而邪恶的五念则呈现出黑色或红色。而我的五念却是一半黑蓝，一半暗红，这倒是很奇特。难道是因为拥有了赤炎和阴寒两种力量，所以阴阳结合了吗？不如再试上一试。一念之间，百劫生灭，这就是念境。看来每日喂食它五彩奇光，果然有效。等它彻底恢复，威力会更胜今日数倍。听说父王当年还是庶子的时候，因为救下一只白狐，意外得到了这枚法印，之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如今的位置。而这法印的真正来历，始终无人可知。父王曾说过，这法印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镇压，另一个就是封印。之前在王府中，他就差点压塌了我那金檀木桌，而现在竟然越发重了。传说他的极限是万山之重，那威力想一想就可怕。真希望他能早日完全恢复，这样父王就能重振雄风，也再也不用镇守明域通道，整日和那些魔物打交道了，也再也无人敢小觑镇域王这三个字了。这是
这好像是一门专攻治疗的高等仙法，简直神乎其神。此等奇妙的仙法加持，相信他的伤势很快就能恢复。难道这功法竟能引动我体内那股五彩奇光的力量？罢了，回头再问，先抓紧时间修炼。我的精神识海中已形成了6缕5念，算是正式进入念境初期了。等5念超过100，便可踏入念境中期；1000，则可进入念境后期；10000，便是念境巅峰。这个过程既漫长又艰难，若能借助文道院中的百圣杯，倒是能大大提升5念的转化速度。都这么久了，他伤势也该恢复的差不多了。这是这魔像应该是他的敌人种进去的，而他竟然没发现，难怪之前伤势如此沉重。这对手如此不择手段，一心想要除之而后快，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可惜啊，现在的我爱莫能助，只能靠他自己来慢慢磨灭魔像中的魔气了。袁傲珠，你好厉害的算计！原来已经在坤县大阵中偷偷植入魔气，令他在我丹田内形成了通天魔神像。我真是小瞧你。不过，区魔像又能奈我何？最多3个月，我就能磨尽这通天魔神像。待回归仙门时，我自会再与你对上一对。苏公子，让你见笑了。没有。姑娘，你的仇人好像并不简单，他为什么非要杀你？你们有大仇吗？杀兄之仇。哦，姑娘的兄长被此人所杀。不是我的兄长，是他的兄长被我所杀。此人乃是魔道8宫之一人化魔宫的少主。我第一次下山历练之时，见他作恶，与对一年轻女子行不轨之事，我便拔剑将其斩杀。此人的妹妹听到消息，便来找我寻仇。她的修为不如我便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谁知她倒是有些手段，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踪迹，便纠集了一群魔道中人，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对我设下困陷大阵。我虽死战逃脱，却还是受了重伤，这才让那几个宵小之辈有机可乘。哦，原来如此。曾经我在行走仙道的时候，倒是听说过这人化魔宫，可惜那时这个门派已经没落，只有另外7大魔宫威震天下，杀了不少仙道人物，与仙道势如水火。聊了这么久，苏某还不知道姑娘芳名，不知姑娘可愿告知？我姓林，父亲给我取名杜威，你叫我林杜威便是。林杜威，凌波罗袜，数度芳菲，微雨映春生。看来林姑娘的父亲应是位大学问家，这名字取得十分好听。父亲吗？糟糕，虽然本意是夸人名字好听，但好像说错话了。那个，我去拾些柴火。不用。这是月明珠。柴火的烟火气会引对方察觉。这月明珠是天然光滑，比较隐蔽。是我考虑不周，多谢姑娘提醒。我伤势还未彻底恢复，这石洞并不安全，不知道那些人走了没有。今天是秋寿的最后一日，明天早上所有人都会赶到围场大门上交收获，清点分数。
而我此刻还被困在此处，若明早无法赶到，只怕就要榜上除名了。你还有事？啊，那些人最多在这附近探查一遍，等他们探查结束就会离去。夜深之时，我们就可以离开。嗯。哎呀，差点忘了你这个小东西。啊？几天没喂，你饿坏了吧？快吃吧。林姑娘，这是你养的宠物吗？这是妖宠，名叫小白，是非常稀有的品种。我看它与我投缘，便将其带在身边。啊，妖宠。妖兽也能做宠物吗？当然能，不过能做妖宠的妖兽种类并不多，只有通人性的妖兽才能缔结血缘之气，不然很容易反噬主人。哦，原来如此。我能摸摸它吗？别。这么凶啊！别看它小小一只，其实是上古异种噬灵鼠，牙齿异常锋利，能够轻松咬穿等闲钢铁，所以不要轻易惹它，不然有你好受的。它还能咬穿钢铁？不过它最重要的技能并不在此。噬灵鼠专破这天下大部分的秘地禁制，只要是由元气组成的防御护罩，没有它咬不穿的。这次我也是靠它咬破这围场禁制才进入这里的。没想到它还有如此强大的技能啊！等以后有机会，我也弄一只妖宠。是可以弄一只好的妖宠，可以让你的实力提升数倍。不过在选择之时，必须要慎重，不要轻易做出决定，因为人这一生只能施展一次血缘之气。哦，我明白了。野生妖兽一旦羽化完毕，就可以辅助作战或赶路，这便是妖宠。当妖宠羽化到可以通灵的程度，就会升级成为灵兽。不过灵兽十分稀有，一般只有那些强大的宗门育养成百上千年，才能培养出一两只，而且它们大多都被当作镇山灵兽用的。我的宗门中便有一只，由于它太过强大，我平时也不敢随意靠近。灵兽，听着似乎很厉害的样子，我对这些倒是少有了解。仙道以后还有妖宠大会，你若真能育养一只妖宠，有机会可以去见识一下，里面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妖宠，十分壮观。好啊。其实你放走的那只灵狐也可以当做妖宠育养的。我虽不知它叫什么名字，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白狐，可是能让那些人不惜代价返回去追，想必是很珍贵的一种吧？是很珍贵，世间罕有。它既然如此珍贵，你又怎舍得将它放走？灵狐虽然珍贵，但毕竟只是一个妖兽，岂能跟姑娘的性命相比？再说了，它在我手中也好，在太子手中也罢，都不会有性命之忧。我跟太子只是想拿它交换一些更加珍贵的东西，对于灵狐本身而言并无不同。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当时再不出手，姑娘必死无疑。孰轻孰重，我还是知道的。原来如此。对了，林姑娘，你之前疗伤的那门秘法看着十分神奇，我也想了解一二，不知……那是一门名叫天幽回声录的疗伤秘法，是我偶然发现的，其功效强大，不在我主修的天罗大道功之下。若非有此秘法加持，我根本撑不到现在。你救我性命，又赠我通仙莲助我恢复，我无以为报，不如就将此非我宗门的秘法传授于你，也算是报答了你的救命恩情，你看如何？我原本只是想探探口风，看看这秘法和五彩奇光是否有所关联，没想到他竟主动提出将此秘法传授于我，这可如何是好？距离天黑还有些时间，
我现在就将秘法的口诀传授于你，一切听清楚了。有了这只雪山银狐，明年的太后寿辰，不就能拔得头筹，获得太后的欢心？那个该死的老九，休想再依靠太后的势力与孤作对。少了这个威胁，慕容龙龙便只有摆破王轩辕九刀那一个主力。日后再设法解决了轩辕九刀，这皇宫中便再也无人能威胁到孤的地位。死了！该死，是谁如此大胆？给我查！是。开！哼，居然跳崖了！嘿，那个护卫不是死了吗？怎么现在又生龙活虎了？谁知道呢？被太子殿下一掌击中，居然还能活命，是奇迹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恭迎太子殿下。胡总管，好好清点，可千万别点错。是。吩咐人准备香汤，不要沐浴。是。就。清点妖珠，开始计分。是。所有人自行排队登记信息，若全部统计完毕时还有人没赶到，将视为弃权。太子慕容龙武狩猎积分13600。难道说这3天内，太子他们就狩猎了超过10几头的玄级妖兽啊？喂，不会吧？击杀了玄级中等或者高等的妖兽，积分才会这么高？也不看看太子殿下和他那4个护卫都是什么行为，这有什么好意外的？哎，怎么少了2个护卫？先烈王次子慕容九成，狩猎积分5700。神威王世子赵书伦，狩猎积分6900。你小子还不错啊！世子殿下怎么还不出来？再不登记就要来不及了。太子身边的2位护卫不见了，苏雨也不见踪影，难道他死在围场中了？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小子怎么还不出现？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郡主殿下，您刚才说什么？啊，没什么。哼。哎，还有没有人要来清算的？如果有，请快一点；如果没有，将视为弃权啊！自然有。是世子殿下，世子殿下回来了。没想到这小子一夜之间竟突破了历境。哎，你是何人啊？不知道秋收今日正式结束吗？再晚了一步的话，你的成绩就作废了。抱歉，苏某来晚了，还请将军恕罪。哎，还请将军钦点。刘先生，麻烦了。天角鹿、鬼面鸟、雪山王蛇，它们品级不算太高，但都比较稀有。只是啊，居然是暗影刀藤，不错不错，这暗影刀藤妖珠是你猎得的所有妖珠中最为珍贵的一枚啊，看起来还比较新鲜。老先生目光如炬，在下佩服。昨夜和林度微分别后，我便抓紧时间向这边赶来，却不想在半路遇到了这只黄阶极等的暗影刀藤。也正是因为要对付它，才耽搁了些时间，险些错过最后的积分清算。鬼面鸟妖珠1枚，天角鹿妖珠2枚，雪山王蛇是黄阶高等，计200积分。暗影刀藤是黄阶极等，计500积分，总共是730积分。来，写一下姓名和身份，稍后排名便会出来。哇！来了，去看看，成绩出来了，我去看看。哎，让一下，在哪儿呢？世子殿下98名。干嘛呀？这个人，哎呀！世子殿下98名，你进前100了。进前100就好。哎，你这脸……本次销售正式结束，接下来按排名发放奖励。本次销售的魁首是太子慕容龙武，狩猎积分为13600分，将获得御赐的玄通至宝神通大道丹1枚。秋猎榜眼为神威王世子赵书伦，狩猎积分6900分，获得御赐蕴含大道法则和助人突破道境的9度刀金一波。恭喜！恭喜！第87名铁关侯世子张小侯，获赐进入文武道院2选1的机会。我选武道院。好。多谢。第98名镇域王府世子苏雨，获得进入文武道院2选1的机会。我选文道院。
你父亲可是军中主将，你确定要选文道院吗？确定。好吧。他一个小小契机，真的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那朵奇花吗？罢了，此地人多眼杂，等回京之后找个机会暗查。若真是他所为，哼！苏雨，怎么哪儿都有你？若不是你突然杀出，我就能顺利进入前100，也不至于卡在这101这个尴尬的排名上，害我错失了进入武道院的机会，简直该死！为什么没死在围场中？为什么？之前我念在堂兄弟的份上，多番忍让，但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我可以不计较你在演武场上挑衅我，也可以不计较你将我修炼9阳龙血功的事情告诉太子。但这一次，你若再做出涉及这个王府安危的蠢事，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走，我们回府。是。好像是世子殿下居住的方向。这大白天的，他放烟花做什么呀？哼，不会是在庆祝秋寿进入前100吧？听说吴子昂公子可……来人！总管有何吩咐？外面发生何事？好像是世子殿下在放烟花。放肆！朕与王府是军机重地，岂能容他一小儿在此随意胡闹？此事若是传出去，影响极其恶劣。若是让人皇知晓，都会下旨申斥。既然世子回来了，那昂儿应该也快了。速速去告诉厨房做一些大补的药膳，回头给昂儿送过去。另外，去东院给世子传个话，府内不可随意乱放烟花。这一次就算了，若再有下次，即便他是世子，也要加规伺候。这还不快去！是。这个世子殿下越来越没规矩了，这王府绝对不能交到他的手上。看来有些事需要加快速度。我只是无聊，放个烟花而已，连这大伯都要管？吴总管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府内不能随意燃放烟花。我知道了，你们2个先下去吧。是，是。这镇域王府到底是我父王的基业，还是他武白相的？现在居然嚣张到对我这个世子呼来喝去，随意申斥父王传授我9阳融血功的时候，当时除了我们俩之外，只有一个仆人王二和2名侍卫知晓。武白相定是收买了他们，才会获知此事。武白相明明是靠着父王才有今日，却不思感激，把持着府中钱权还不够，甚至还想取而代之。以前念在血亲的份上，一直忍着你们，才会让你们做大。
如果再不清算，早晚会被你们的自作聪明所累，甚至有掣肘之危。这么多年来，你们的福也该享够了。也不知那枯树根发芽了没有？父王，不是说过这传讯烟花不能随意用吗？我偶尔出来一次还可，若出现多次的话，定会被人怀疑。我身边那些人中，就有不少那位人的眼线。父王，我想掌管府中的密卫。什么？密卫是王府特有的秘密卫队，他们跟随父王浴血奋战多年，个个实力强悍，对父王忠心耿耿。多年前，父王决定退位，便设计了一场假死，让所有密卫成员脱离军中身份，转而潜伏在王府中。密卫虽然人数不多，个人实力却非常出众，最低也是道境修为，甚至还有玄通境的强者。前世我之所以能够逃出朝圣境，全是仰仗他们浴血拼杀，才为我搏出一条生路。你是认真的吗？是的，父王，我想你应该清楚，现在的镇域王府早已千疮百孔，难堪大任。若将来有一天有什么变故，整个王府都会土崩瓦解。要想走得长远，就必须先清理绞杀的泥沙。我知道父王平时忙于镇压民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所以不如就交给孩儿来处理。玉儿，你已经突破了念境，快让父王试试你的功法。是无色真气，父王的九阳融血功居然已经修炼到了九阳之上的境界。真气青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踏入了四阳之境。哈哈哈哈哈！青梅，你看到了吗？玉儿果然不负所望，她终于长大了。父王，这些东西原本是要交托给你，只是我以为还要等很久很久。这是镇域密令，持有此令，你便可命令府中任何一名密卫。稍后我会把他们的名单全交给你，你就算让他们以命相护，他们的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张三，王爷，去传密卫三首领，让他们来见见今后的少主人。是。此人居然一直在窗外潜伏，我竟毫无察觉。放心，张三绝对可靠。像他这样的密卫还有10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从1到10。从1到10？那王二？不错，这10人分别是木1、王二、张三、李4、钱5、赵6、朱7、陈8、黄9和林10。其中，木1、钱5和黄9便是你一会儿要见的3个密卫首领，而王二、张三、李4和朱7分别是为父身边的4大密卫。至于剩下的3个密卫，他们皆英年早逝。看父王神情，这3人应是为了保护父王才牺牲的。既然王二是密卫，那泄密之人只有可能是站在门口之前的2个护卫了。玉儿，你已经长大了，
如今又执掌逆位，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应当有自己的分寸。这些人随我征战沙场至今，余下不到50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个个实力强悍。我希望你不要把他们当成作战的工具，而是当作真正的亲信来对待，千万不要随意的牺牲他们的性命，明白吗？父王放心，孩儿知道该怎么做。这些人是父王的底牌，只听命于父王。现在为我所用，我定然不会辜负父王的信任。好，为父相信你。王爷，木一、前五、黄九求见。进来吧。是。末将木一，末将前五，末将黄九，见过将主大人。以后你们就归世子统领，一切事宜都听从他的命令行事，包括你们的属下，无需再对我进行2次通禀，明白吗？是。世子殿下。免礼。诸位快请起，快！以后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他叫你们起身，你们便不必一直跪着了。见过少主。诸位请起。这位是斩绝狂刀木一，弥勒手前五，生死白算黄九，他们全是玄通境高手，以后就都听命于你，但切记，务必要好生相待。是，既然都是玄通境高手，我虽然早就知道父王当年麾下有不少玄通境高手，却没想过会有这么多。若这3人都是玄通境，那刚才的张三，甚至之前的王二，岂不也都是玄通境？前世有一个父亲的密卫，拼死助我逃离此地，直至战死，也不知是他们中的哪个人。好啊，你们先到外面候着吧，我与世子还有话要说。是。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王府的密位，日后务必要谨慎行事。父王放心，孩儿会妥善使用这股力量。你现在想做什么事，我大概也能猜出一二。这些年来，你大伯行事确实越发嚣张了些，但我一直念及旧情，不愿去管，不想反倒让你们生了嫌隙。如非必要，不要伤及他性命。孩儿明白。罢了，既然我把密位交给你，一切就交由你自己处置吧。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免得被人发现落下什么把柄。你万事小心，切莫操之过急。若有什么难事，可遣他们其中一人前往明玉通道寻我，我自会来助你。父王且慢，女儿还有一事。何事？父王可知，外公当年到底上了什么样的剑书，才会招致满门抄斩？当今人皇真的是一个残暴之人吗？此事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如今也算有些眉目。只知道你外公当年的那份奏章，可能和我大勇的龙兴之地龙脉祖山有关。龙脉祖山，玉儿，此事牵扯甚广，背后势力错综复杂，你的实力尚弱，莫要追查。父王还是不肯告诉我这个秘密吗？龙脉祖山，历代言官奏事，很少出现杀头问罪的情况，就算有，也不会殃及满门。但外公却是个例外，整个苏府足足1000多人，全数被杀。若不是父王当年执掌大军，威望正盛，只怕王府也要布下苏府的后尘。到底是怎样的剑术，会有此等威力？若有机会，我定要去龙脉祖山一探。到那时，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玉儿，为父蛰伏若久，就是为了放松人皇对我们的警惕心。接下来你的做法会很快让人皇注意到你。你做的事情越多，他就越觉得你会脱离掌控，开始忌惮你，对付你。不过，也许你是对的，毕竟为父隐忍这么多年，用尽各种手段，也没有查到你外公死去的真相。换个方法试试，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玉儿，你尽管放心去做，为父一定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帮助你。是殿下。父王刚才的话，你们都听清了吧？吾等谨遵少主吩咐，誓死效忠少主。少主但有所命，吾等绝不推辞。很好，接下来你们要为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随我去一个地方。是。我银夜已至，是直不好好在房中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念境，跑我这里来做什么？侄儿看伯父年事已高，还要整日操劳这些琐事，所以于心不忍，决定让伯父去父王亲手建造的望星塔颐养天年。什么？是直好大的口气！我这个位置是你父王亲自传授，哪能是你说收回就收回的？伯父放心，侄儿今日来此，已向父亲报备过了，还请伯父稍移尊驾。望星塔那边锦衣玉食，自有奴婢仆从侍候，断不会让伯父受了半点委屈。你这黄口小儿，你是想软禁我不成？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人伦天道？天帝身边的亲卫，原来如此！哈哈哈！大哥终究没有儿子亲呐！这密位我求了这么多年，你却始终不肯传授于我。现在却传授给这个黄口小儿，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就不怕你一手创立的镇域王府早晚败在这小儿手中吗？我武白象，自认成为王府总管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为王府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现在却要遭到此等待遇，何其不公，何其卑鄙！带走。罢了罢了，既然如此，我还管什么？伯父，请吧。好，好，好，当真是虎父无犬子。世侄今夜的作为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你们三人，谁愿意陪我伯父同住上一段时间？我来吧。这些年，末将与钱财打交道太久，一直疏于练功。修为也退步了不少，若能在此安心闭关修炼，等少主真正需要钱墨的时候，末将也不至于拖少主后腿。也好。你们一人1年，轮流驻守此处，
职责期间不可轻离。是。这是父王当年设下的罗天大计，即便是玄通境的高手，也无法轻易从中离开。你们什么意思？难道怕我逃跑不成？好，失职做事真是快很准呐，不留半分情面，果然有天帝当年的风范。我承认。是我小看了你，但你记住，王府日后腾达就罢了，若日后因你而败落，我定死不瞑目。伯父放心，苏瑜定不负所望。另外，钱武，你以后就与武总管同吃同住，务必照料好我大伯，不得有半分懈怠。明白。哎，这说这是什么又是玩意儿啊？小子干什么？百姓怎么就……哎呀，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听说，你说苏雨这会不会是动作呀？倒是来人呐！急死了。各位叔叔伯伯，我在北院西边另辟了一块养老院，以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居住。至于你们在府上一因大小事务，自会有专人代理。你们尽管颐养天年就好。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软禁我们吗？武总管人呢？让他出来说话。你们见不到他了。武总管已经移居望星塔内，余生都将在那儿度过。莫不是想跟他一样不成？这……多谢世侄开恩，多谢世侄开恩，多谢世侄开恩，多谢世侄开恩呐！平日里，你们仗着自己是长辈，肆意挥霍府中积蓄，破坏王府根基，没有将你们赶出去，也算是法外开恩。吩咐下去，以后没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入藏真楼。是。我一会儿拟一份名单，你照着名单去传令，让他们连夜启程去西洋铁矿镇守，3年期满方可归来。如有违令不从者，加罚处置。是。哼。你们这群狗奴才，少在这狗仗人势！我要见我爹！我要见我爹！子安哥哥，算了吧。你见不到我总管的，子安公子，请你配合一下，不要让我们难做。召集全部密卫，立即清查府中所有仆从和侍卫，务必揪出有问题者。是。哎，你们知道昨夜发生何事了吗？今早起来啊，好几个人都不见了，不知道啊，连武总管跟子昂公子也不见了。哎呦呦，快别说了，世子殿下来了！从今日起，整个镇域王府的一应事宜，皆由我苏瑜一人说了算。任何胆敢阳奉阴违、私通外敌者，轻者流放，重者无赦。
江主，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少主终于长大了。禀圣上，朕与王府世子苏玉近日突然清理了大量府内人员，宫中布设在那里的眼线已全数失联。哎呀！啊！真是养虎为患呐！派人盯紧他，若再有异动，随时报来。是，哎呀。怎么样？世子殿下，你这写的是什么字啊？算了，不练了。本来想着在进文道院前练一手好字，装下样子。现在看来，我似乎没这个天赋。罢了，反正我也是冲着那块文道百圣碑去的，这么认真做什么？这不用你伺候了，下去吧。啊，是。那我修炼去了。这小子还修炼上瘾了，这才短短3天，就修炼到了历境后期，着实不错。我说为什么在新地图上查不到龙脉祖山的踪迹？原来是被人刻意抹去，变成了所谓的龙渊湖。龙脉祖山可是我大勇的龙兴之地，事关龙脉，为何变动如此之大？由山变湖，还是第一次听说。难道外公的死跟这有关？也许只有亲自前往龙渊湖一探，才能知晓答案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知道莲姑娘现在怎么样了。莲姑娘，莲姑娘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刚到。屋里暖和，快快请进。嗯。莲姑娘，请先坐，我马上命人去准备些热汤来。无妨。李放，赶紧给我准备一碗姜汤。还有，再给我弄几套女子穿的新衣裳。女子？啊，世子殿下，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啊！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没有栽种任何植物？我偶然间买到了一节奇怪的枯树根，我看它好像受过雷击，生机尽灭，有些特殊。
就把它栽进去了，不过一直没有动静。枯树根，能不能让我看看？当然可以。我也认不出这是什么物种，不过看它尚有生机，假以时日应该能活。还有啊，你怎么没有考虑下现在是什么季节？现在可是冬季，万物本就凋零，它就算能活，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姑娘说的是，倒是我太心急，有些糊涂了。那就等明年开春再观察一下。世子殿下，你要的姜汤和新衣服我都备好了。我还以为这些衣服是世子殿下自己要穿呢，原来……你小子想什么呢？赶紧放下！出去！出去！林姑娘，你虽是修仙之人，不畏严寒，但你毕竟还有伤在身，喝些姜汤总是会有些好处的。另外，女孩子都爱干净，我让人备了些新衣裳，姑娘大可随意挑选。那就先多谢苏公子了。我换好了。看够了吗？姑娘以后还是穿这身吧。林姑娘，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里吧。有劳了。林姑娘，那个关于天幽回声录，如果我有疑难之处，能向姑娘讨教一二吗？当然可以，你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要多谢苏公子容我在此处休整，你我二人不必如此客套。好。往那边走。下马。怎么了，世子殿下？此为下马石，以示对文道院中诸多文圣仙人的尊敬之意。不止你我，朝廷律令就是如此。文官到此落轿，武官至此下马，再往前走，就不能纵马疾驰了。哦，原来如此。走吧。好了，接下来你就不方便进去了，在这等我吧。
文道院。不会吧？难道明年春天才会再次开放？酒香。啊？嗯？这学宫里面还有人？老前辈，老前辈！哪里来的小娃呀？莫要打扰老夫赏雪的雅兴。老前辈，你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一下呗。我家中有珍藏的绝世好酒，绝对不比你这个差。回头我就给你带一坛过来，你看如何？绝世好酒？去！你一个小娃，哪里来的什么绝世好酒啊？老夫才不会上你这个当。走吧，走吧，这里冬天不开放，明年春天再来吧。这老头也太油盐不进了吧！若不是这孔圣学宫中有禁法存在，私自乱闯会招惹大祸，我早就偷偷潜进去了。老前辈，我家中有父亲珍藏多年的百胜求仙醉，你放我进去，回头定能偷一坛给你。哦，百胜求仙醉，这百胜求仙醉可是数百年前南方廖州才有的美酒啊！自从廖州城被灭之后，这百胜求仙醉也就随之失传了。小子，你可别蒙我啊！老前辈，廖州城确实是灭了，那酿酒的林家也确实是亡了。现在自然没有新的百胜求仙醉出产，但当时廖城破灭之时，可是留下了不少珍藏。现在我家地底下就珍藏着数坛。真的？好快的速度，我竟看不出他的修为。自然是真的，怎能有假？苏玉断然不敢欺骗老前辈的。好，老夫姑且就信你一次。这样，你现在便回去替老夫取来一坛百胜求仙醉，老夫便让你进入一次。不行，要3坛，取3台百胜求仙醉回来，要快，不然我就改主意了。现在，前辈能不能先放苏某进去，回头苏某再安排人给老前辈送来，你看如何？胡说！回头放你进去了，你又耍无赖怎么办？到时候老夫去哪里找你要酒去？总之，一手交酒，一脚进门，否则免谈。哼！哎呀！哎呀！李放，赶紧回家，给我取3坛百胜求仙醉，要快。是。
啊。